大雄化身套马的汉子，想威武雄壮，可却亲手把自己的今生所爱送到了矮富帅的面前。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大风呼啸的冬天，没有比在自家烤火更悠闲自在的了。可这一切都被静香的一声呼唤打断了，让大雄帮捡羽毛球。大雄想都没想就让蓝胖子去捡，但大冬天谁爱动啊？蓝胖子拿出魔绳，然后查找对应的曲谱，就吹了起来。只见绳子从罐子中盘旋而出，慢慢来到窗外，抓住羽毛球，送到了静香面前，而后绳子又乖乖地回到了罐子里。大雄还没整明白原理，让蓝胖子再来一次。这一次，蓝胖子盯上了自家的点心，绳子穿过漫长的走廊，明目张胆地当着老妈的面作案，拿回了点心，吃着偷来的铜锣烧。大雄也想练练手，翻到作业的曲谱就要来上一曲，可大雄吹得太烂，被绳子处以鞭刑。再吹一次，又因为气不足被掀翻在地。但只要能偷懒，大雄就不会放弃。这一次终于成功，作业分分钟被做完。要是这股努力的劲儿用在学习上该多好。这时，家庭主妇竟然因为不会打包犯起了愁。大雄化身大孝子，吹起笛子，轻轻松松帮老妈完成了打包。大雄认为有这么方便的道具，不用绝对脑子有问题。说着就吹起套索的曲子，要套个媳妇儿回来。静香莫名其妙被套起，飞越大街小巷。可大雄这面又气血不足，亲手把媳妇儿送到了矮富帅的家中。大雄的这波操作给蓝胖子都看傻了，担心此时的静香可能已经摔成肉饼了。此时的小夫也是一脸震惊，喜欢泡澡也不用来我家鱼塘里泡吧。静香浑身湿漉漉的往家走，竟然在自家门口看到犯人骑着犯罪工具前来不打自招，就气不打一处来，感觉自己要住孤生了。大雄决定挽救一下，可没想到绳子竟然也是一个老司机，还美名其曰帮静香晒衣服。大雄厚着脸皮跟在满脸怒气的静香身后来到空地，蓝胖子吹出个蹦床，静香嘴上说着不要，身体却很诚实。蓝胖子吹了足足10分钟，终于顶不住了，给大雄摔了个屁股蹲，只能换大雄来吹。这次轮到蓝胖子无限畅玩了，可大雄突然吹得比窜稀还快，蓝胖子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送上了天。小夫那面还在跟胖虎说天上掉下个静香妹，下一秒蓝胖子化身炸弹猫来了个亲身教学。眼看头顶1米高的大包，胖虎怎么可能放过蓝胖子？眼看大雄就在前方，蓝胖子玩命呼救。大雄吹起笛子，决定化敌为友。胖虎玩得相当自嗨，可大雄一个大喷嚏直接甩飞胖虎，这下胖虎更不能放过两人了。大雄已经没有力气吹笛子了，蓝胖子接过命运的笛子，绳子幻化成马，带着两人逃出升天。可蓝胖子也有点气血不足了。此时小夫听到了笛声，只见他膀胱一扫，发现了倒挂金钩的两人，拿出剪刀就是一剪，大雄两人狠狠摔在地上。大雄又吹起了套索曲，可小夫剪刀在手，绳子我剪。大雄决定来波必杀技，吹首龙卷风。可大雄这水平根本吹不出肖邦的寂寞。大雄每吹一句，蓝胖子就挨一次鞭打。大雄终于体力不支，笛子掉落入胖虎手中，二话不说就照着曲谱吹了起来，却把自己捆成了粽子。原来是吹了捆绑的曲子。道具好用也不要贪用哟。那么小伙伴们觉得这个道具应该出自哪个国家呢？